大家好，我是八藏，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心路历程。为什么我对诸葛亮的态度会经历从蔑视到敬重这样的巨变？相信很多朋友看完这期后会产生一定的共鸣。特别小的时候，我当然是非常喜欢诸葛亮的，毕竟诸葛亮就相当于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我根本不需要去看史书，甚至不需要去看《三国演义》，单单是听长辈说故事，以及自己看一些带拼音的故事书，就足够喜欢上诸葛亮了。甚至于我是先知道有诸葛亮这个人，然后才知道有三国这个时代的。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呢？后来呀，父母给我买了一本带拼音的儿童版《三国演义》，我当时特别喜欢那书，反复看了几十遍，这就更加深了我对诸葛亮的喜爱。那时候诸葛亮在我心中就是智慧与忠义的化身。然而那个男人出现后，一切都变了，他就是我初看品三国是在网上，当时我还很小，没什么判断力，自然把易老师的观点奉为真理，全盘接受。而这让曾经的我对诸葛亮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下面我就跟大家说说，我是看了易老师的哪些观点后，大大刷新了对诸葛亮的认知吧。对于诸葛亮的军事能力，易老师是这样评价的：诸葛非将略之才。关于诸葛亮的才能呢，其实原本是有定论的，没有什么必要来争议。陈寿说得很清楚，也是16个字：智容为长，其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这是陈寿对诸葛亮能力的非常准确的评价。这个评价的意思是说，诸葛亮的政治才能高于他的军事才能，在他的军事才能当中，治军的能力高于用兵的能力，非常准确，有什么好争议的？之所以有人争议，是有这么一个证据，是据《诸葛亮传》诸葛亮病逝退兵以后，司马懿打过来以后呢，巡视了诸葛亮留下的军营，说了这么一句话：天下奇才也。很多人就根据这句话认定诸葛亮就是杰出的军事家，天下奇才嘛。他不知道司马懿这个时候肯定的恰恰是他的治军，就是说诸葛亮治国是一流的，治军也是没有问题的。会治军不等于会用兵。对于他的用兵，司马懿另有评价。这个评价在哪里呢？在《晋书·宣帝传》，原文是这样的：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什么意思呢？就他的志向很大，但是抓不住机遇；他的谋略很多，但是没有决断；他喜欢带兵打仗，但是不知道权变，就他不能随机应变，他只能规规矩矩打正规战。一旦战场上情况发生变化，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说的难听一点，这等于说他是志大才疏，眼高手低。对诸葛亮的治国能力，易老师一方面进行了赞美。诸葛亮的治蜀，我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已经讲了很多了，总体来说就是4个字：依法治国。因此在他的这个治理下呢，蜀国的情况是最好的。陈寿的《三国志》是这样描述的，说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国力不容奸，人怀自立，道不失仪，强不侵弱，风化肃然。而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由于诸葛亮本人以身作则，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做到了公开、公正、公平。另一方面却是这么说的：诸葛亮的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军政府，他对蜀国的管理除了依法治国以外，还长期使蜀国处于战争状态。他的北伐一方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兴复汉室，另外一方面是为了镇压国内的反对派，所以他的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治安很好，赋税很重。所以这样一个军政府领导下的处于战争状态而做到的风化肃然，
而做到的力不容奸，人怀自立，道不拾遗，强不侵弱，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大家可以讨论，至少我个人表示不向往。他带头过苦日子，全国人民也过苦日子。当时蜀汉人民共有28万户，94万人，10万连2000军队，4万官吏。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蜀汉的人民9个人要养活1个士兵，几乎要供养1个官吏，负担太重了。当然，这里要说明的是，诸葛亮在世的时候，由于他的以身作则，由于他本人品德高尚，蜀汉政权的官员基本廉洁，没有贪污腐败，或者少有贪污腐败。但是老百姓的想法恐怕和他们想的不一样。老百姓关心的不是你诸葛亮一餐是8菜1汤呢，还是4菜1汤，他关心的是他能不能吃4菜1汤，或者说他至少要能够吃饱肚子。如果你让他吃饱不饱肚子，哪怕你自己艰苦朴素，他也还是有意见的。这一点邻国的人已经看出来了。吴国有一个人叫做薛许，曾经出使蜀国，回来以后呢，向孙休报告。孙休说：“你看看蜀国怎么样啊？”薛许说：“我看蜀国恐怕差不多了。”为什么呢？入其朝不闻正言，我到他们朝廷里面听不到什么正义的声音。经其野，民皆菜色。我从他们的田野里面走过，所有的老百姓都是面黄肌瘦，营养不良。这个国家肯定要亡。在谈到诸葛亮为什么会选择刘备时，易老师是这么说的：曹操手下人才济济，自己就是一个1等1的人才。诸葛亮过去了以后摆哪个位置啊？所以诸葛亮如果到了江东，地位肯定在张昭和周瑜之下，甚至在鲁肃之下。这是诸葛亮不愿意的，因为诸葛亮的这个目标很清楚，就是我到了这个老板那里，一要荐用，就是被他用；第二要重用；第三最好专用。因此对于他来说，最好的选择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将来能够成就霸业或者帝业的还不成气候的英雄。那么请大家想想，符合这个条件的是谁呢？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刘备。对于诸葛亮和刘备的关系，易老师是这么说的：托孤之前，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并非一般人想象和理解的那样亲密无间，如鱼得水。我的猜测是，诸葛亮已经感觉到刘备对他的完全信任，不是完全信任，也不是完全不信任，是不完全信任，是有限信任。对于诸葛亮辅政时刘禅的感觉，易老师是这么说的：刘禅的感觉如何？不爽。诸葛亮去世以后，全国各地都纷纷要求为诸葛亮立庙。结果是什么呢？曹议不听，就是不批准。有人说这个刘禅不批准为诸葛亮立庙，这也是制度规定的嘛。如果刘禅是打心眼里崇敬他的相父，他应该破例，他为什么不做呢？对于诸葛亮执行的政治路线，易老师是这么说的：而且我甚至认为，诸葛亮在蜀汉执行的就是一条没有曹操的曹操路线，或者说反对曹魏的曹操路线。在谈到诸葛亮和曹操的文学形象、民间形象为什么差别这么大时，易老师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政治需要。什么政治需要？统治阶级需要一位忠臣，人民群众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需要一位代表。诸葛亮既然做了正面典型，那曹操当然去做反面典型吗？活该你！谁要你闯在前面呢？谁要你自己有那么多毛病呢？谁要你被人家抓住那么多把柄呢？大家能想象当时还很小的我看了这些观点后究竟有多震撼吗？
不夸张地说，这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啊！我当时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觉得，我靠，原来这才是三国的真相，以前被演绎骗得太惨了。原来诸葛亮的军事能力这么垃圾，原来诸葛亮治下的百姓过得这么惨，原来诸葛亮选择刘备根本就不是为了报三顾之恩，也不是为了理想，他是为了出人头地呀！原来诸葛亮和刘备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让人感动的君臣关系，原来诸葛亮让刘禅感到很不爽，原来诸葛亮连政治路线都是在抄袭曹操啊！原来诸葛亮的文学和民间形象比曹操好那么多，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需要啊！让我喘口气啊！反正有了以上认知，再加上我同时还全盘接受了易老师对曹操的评价后，我对诸葛亮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简单来说，就是从喜爱变成了蔑视。在那时候的我看来，真实的诸葛亮就是一个军事垃圾，治国搞得百姓穷苦，跟刘备、刘禅的关系都不怎么样，政治路线抄袭曹操，最后靠着政治需要等因素被吹起来的这么一个人。结果就这么一个人，后世形象居然这么好，反而是完爆诸葛亮的曹操，就因为政治需要等因素被黑得这么惨。我靠，曹操也太冤枉了吧，气死我了！可恶的诸葛亮，我跟你势不两立，哼！于是那时候的我经常怀着一股揭露真相的使命感，在网上各种发帖吹曹操黑诸葛亮。然而我那时候对三国历史的全部认知都来自品三国，至于史书那是一页没翻过啊，结果可想而知，直接被那些真正看过历史的网友抽得死去活来。但是以我的性格是不会轻易认输的，于是我把三国志下载到电子词典里，没事就看，甚至有时候上课都在看。在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三国历史，于是继续去网上跟他们战斗。这次虽然不至于接不上话了，但他们又拿出了新的史料，我又被吊打了。靠，惹不起还躲不起吗？老娘不看三国了，行了吧？我告诉你们，我就是饿死死外边从这跳下去，也绝不会喜欢诸葛亮。哼！接下来的几年时间，我都没有再关注三国，直到大学时我才重新开始看三国历史。这一次我是心平气和，不带任何成见的认真研究了三国历史。这次研究以后，我知道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具体到诸葛亮嘛，我知道了，诸葛亮是公认的军事家，五妙十哲之一，他有自己的军事理论，在南征和北伐的过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易老师仅仅因为陈述一句诸葛亮的奇谋能力不如智容能力，将略能力不如治理能力的评价，以及被诸葛亮痛揍过的司马懿的一句嘲讽，就认定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不行，这不够严谨吧？还有啊，薛许出使蜀汉是261年的事，此时距离蜀汉灭亡只有2年了，距离诸葛亮去世已经有27年了。而且易老师没有提到的是，诸葛亮执政时期，吴国大臣张温曾经出使蜀汉，回国后他就经常在孙权面前称赞蜀汉的政治，还因此受到了孙权的记恨，而孙权本人对诸葛亮治下的蜀汉也给出了国富行轻的评价。再后来，随着对三国历史的认知逐步加深，我又认识到易老师直接用蜀汉的在册人口去算兵民比例，恐怕也是有问题的。如果按照这个算法，那同时期曹魏和东吴的兵民比例一样高的吓人。据记载，曹魏灭亡前在册人口443万，至于兵力，三国识货志认为有60到70万，如果按60万算，那曹魏的兵民比例是1比7.3，高于蜀汉的1比9.4。至于东吴的兵民比例，按记载来看是1比10，跟蜀汉差不多。至于吏民比例，由于曹魏的吏数没有记载，我就不比了。我想知道为什么易老师只提这种算法下蜀汉的兵民比例，不提曹魏和东吴的呢？实际上这个算法是错误的，因为参与供养士兵的
不只是在册人口，当时三国都有大量被豪强控制的人口，他们被称为阴户，不计入人口统计，也不需要给国家交税。比如三国末期，三国在册人口加在一起只有767万人，晋朝统一中国后再一统计，立马就变成了1600多万人。由于豪强势力太大，各国只能默许阴户的存在，但是相应的豪强也得出钱组建军队帮助国家打仗。也就是说，三国的豪强所控制的那些不在册的阴户也是要参与供养士兵的。除此之外，曹魏东吴的军户屯田民也不是在册人口，同样要参与供养士兵。也就是说，三国的士兵和吏都是由在册人口和不在册人口一起供养的。由于我们不知道各国参与供养的不在册人口有多少，所以各国参与供养的实际人数我们是无法得知的。如此一来，也就无法计算出各国真正的兵民吏民比例。在三国的兵民吏民比例无法对比的情况下，易老师把一个用错误算法得出的所谓蜀汉兵民吏民比例当作蜀汉的特殊之处，恐怕不妥吧。总之啊，真正系统性的研究了三国历史后，我对诸葛亮的各种误解渐渐的都消除掉啦。当然啦，仅仅是消除误解，并不足以让我把对诸葛亮的态度转变为敬重。我会敬重诸葛亮，是因为随着对历史的进一步了解，我终于明白了诸葛亮在后世为什么会拥有那么高的地位。是因为《三国演义》吗？显然不是啊，《三国演义》是明朝出现的，而诸葛亮在唐朝、宋朝甚至于晋朝时就已经拥有非常高的地位了。我认为诸葛亮在后世之所以会拥有这么高的地位，一方面是因为他拥有杰出的才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另一方面是因为诸葛亮他真的拥有伟大的人格。简单说几件事吧。刘备临终前对刘禅提到，诸葛亮亲自为刘禅抄写了《生子》《韩非子》《广子》《六韬》，想让刘禅学习这些书。虽然古代没有打印机，书的存货量是比较少的，但刘备怎么说呢，也是皇帝，这种书的存货肯定还是有不少的，没必要非得诸葛亮自己抄写给刘禅吧。可诸葛亮呢，居然亲自一字一句把这些书抄下来，想给刘禅看。你从中体会到那份良苦用心和感动了吗？我想说，我体会到了，有些鼻子发酸。很多人认为诸葛亮对待魏延刻薄，临死前还设计杀了魏延，殊不知那是演绎虚构的。历史上魏延是因为和杨仪争权而在失败后被杀，他的死和诸葛亮毫无关系。历史上对待魏延最好最宽容的反而是诸葛亮。临终前，诸葛亮还特意下令，哪怕魏延不遵命断后，大军也不能为难魏延，任他去便是。诸葛亮在数次北伐过程中没有杀戮过一个无辜的魏国百姓，甚至于诸葛亮在魏国的土地上屯田时，还能做到秋毫无犯，搞成了军民一家亲那样的场景。除了一个福字，我没有别的可说。在最后一次北伐中，诸葛亮可能也感到了日常的拼命工作已然把身体状态透支到了极限。面对这样的情况，诸葛亮反而更加拼命工作。他很早起，很晚睡，占20以上的处罚都要亲自审查，每天吃的东西却不到数升。反正都要死了，能为国家干的事儿干一点儿少一点了，那趁着没死再多干点吧。诸葛亮给刘禅上表，当臣死去那天不会让自己在内有多余的布帛，在外有多余的财物。诸葛亮去世后果如所言，看了以后不由得鼻子发酸。诸葛亮真正做到了一心为公，把一生奉献给了国家。事实上，能够体现诸葛亮人格伟大的例子远不止以上这些，但限于篇幅只能说这么多了。看了上面这些，大家应该能明白，真正研究了三国历史后，我对诸葛亮的态度为什么会转变为敬重了吧。能力很强，做出很大贡献的历史人物并不少，但像诸葛亮这样能力很强，做出很大贡献，还拥有伟大人格的历史人物真的不多，他值得我去敬重。
好了，感谢观看本视频的朋友们，我目前在做的这个系列呢叫《三国回忆录》，我想通过这个系列把我对三国的回忆分享给大家。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就给个关注和3连吧。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啦！